日本时期，日本人同阿萨姆茶叶红茶种带入台湾。佢到到全台湾各地吃中了后，就发现海派将700公尺嘅鱼翅，种阿萨姆茶一定合适。就安尼开始发展鱼翅红茶叶红业呗。叶红茶到台湾已经有几百年嘞。到也期间，鱼翅嘅红茶生意未形成时代改变，因为冇共用嘅变化。也按秋田的商业化同录音站的鏡頭，去魚翅老茶廠拜訪，了解台灣紅茶嘅頭擺，韓國未來發展嘅方向。當年的6月咧，南投縣魚翅鄉，嗰個茶園就開始無限咧睇摘茶做茶。但將700公尺安高嘅魚翅鄉，溫度韓國奶牛係拿來種阿薩姆就牽涉下，故所也就比就係台灣紅茶產業嘅發源地，日本人喊做係台灣紅茶嘅故鄉。魚翅鄉啊，是大葉種的唯一台灣的唯一的大葉種的茶區，那也是日本人選定的地方嘛。無限汽車睇做茶嘅工作剛結束嘅後，老茶廠做茶嘅師傅就趕緊將剛配好嘅新茶排幾排嘢，準備而來開桶打燈。上個禮拜做了，對，我們就是製茶的時候沒有時間去試茶，所以就我們統一這樣。做茶師傅將茶泡好嘅，再由品茶師來看茶嘅色色、皮革嘅香味。品茶桶綜合起來參考來打燈。因為茶是比較級的，你喝一款茶喝不出好壞，茶是需要比較的。我們首先要聞香氣，那香氣有佔了25分，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喝茶湯滋味也佔了25分，大概外觀是20分，這個水色。20分，然後還有一個葉底10分，那加起來100分。對，那我們日月潭紅茶的評鑑就是這些的綜合的評比考量。對，要幾分才能夠出廠？幾分才能夠出廠？首先就是悶酸雜苦澀，只要有缺點就不行。做茶師傅講，2016年市場下注就會打風池。價格能會影響到紅茶嘅面試，試茶除咗愛評價也標茶以外，沒有大盤按呢來調整茶嘅香味，也標嘅下茶真可以推出來賣。我們希望提供的就是消費者來到我們這邊的時候，是喝到最安心的一個茶葉。耕種方式就是我們有有機的農法。有自然農法，那也有無毒的部分。那我們所有的茶品都有經過 SGS 的驗證。好，那這邊影片是1960年代的時候的魚翅茶廠，量有沒有很多？都滿出來的哈，一車一車的。前線係三江黑名株式會社一間老茶廠，係紅茶產業做睇日本書嘅，就睇魚翅擔件嘅最好見證。以前啊，大概是民國2年啊，就是1913年的時候，日本人就來這邊，因為我們公司的前身是三井和明株式會社，然後大概在1913年的時候來到魚池，然後那時候還是做小葉種的紅茶，那再來到1925年的時候才有那個真正的大葉種，1928年，那就是有去送去英國的那個倫敦拍賣市場，然後獲得好評。然後因為我們這裡海拔大概有700-800，可是當那些倫敦那個拍賣市場的一些紅茶專家一喝到，竟然有海拔那個2000以上的水準的風味，所以我們才一炮而紅。那日本人才開始
一直种红茶到现在。功夫过后，虽然真欠专业，不过还是看准次的红茶产业。给当时的台湾省政府农林堂就提亚下蔬菜企业新的制茶厂，大量的蔬茶做茶。肉茶厂从民国48年开始伫个做茶，嗰时候的名的迄很多黄瓷茶厂。一直到民国60年，其实富区的个茶，我哋会数到我哋会茶厂，伫个天数嘅伫个做茶，嘿，个天数卖茶安尼。一直到民国70、80年，不过个用时系数到就是进口的越南茶样上。佮加上因到台湾的人工，人工的成本越来越高，使得因的台湾茶越来越贵，嘿，佮也无竞争力。茶厂千多年的时间，有员工有8个位，不过前后只有存到5位，输等一只老茶厂。一直到民国92年，我哋为台茶18号红玉红茶拿到企业家有机的慈禧的有机认证。嗰时台湾农林公司开始整理肉茶厂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整，然后转型为观光休闲据点。韩国的大量收购菜地生产的茶以后，肉茶厂也下其他种茶、其他摘、其他做、其他卖，就会严格的来控制品质。不过，今日每冇听不用睇，要牵涉菜地的收入，要创造大家弄好。一下肉茶厂呢，提供很多的服务。像一下那有驻魂那个导览服务，那我们希望是透过专业导览的一个流程，然后让我们的访客可以更了解我们整个的制茶流程，那也可以就是更认识我们整个的台茶的文化，它的一个演进。我们茶厂附近都没有喷洒化肥除草剂。我们都是人工除草，没有喷洒到任何农药，所以呢，我们叫做有机茶园。韩国的一甲子新工厂变做的肉茶厂，没结束的大量生产的年代，也下肉茶厂有下那重要的工作，就係要推廣茶文化，同時沒有用品質來證明次生產的紅茶就係台灣的好茶。近年来，因为休闲的产业兴起，所以公司就是将我们一些闲置的一些茶厂做一个活化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休闲的一个据点，然后来推广我们的一个茶的产业，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的一个事业。好，就是萎凋到一个程度，他们会再去定时去称那个总量。采访的人亦拄好拄到成基公司的员工旅游来到肉茶廠。不过，讲起旅行，实际上还那像是许多诺贝公司，也是可以这样子讲啦。我想，我们每次的旅游，我们都当做是一个研习嘛，一个学习啊。因为像从自己的这个原有的这个环境或原有的这个空间，你不能再不能让自己成长很大，只有在外面去看不同的产业。里面要借由外面的温度去保持它的温湿度，不能太干，也不能太湿。好，发酵也不能发酵过头，对不对？有客人问说：“你发酵是加东西吗？”不是哦。为了爱很多人了解到做一杯好茶有一无简单呢。肉茶廠同观光旅行结合，带领人客落到茶廠来看头摆的机器，讲贵的做茶的过程，能够更深入的结合地方人文，然后配合现在我们的戏剧也好，还有包括说我们的地方人文发展也好。那这些都是我们成长过程的 DNA， 让我们的民众啊，能够在这个旅游的过程里面了解说，在这片土地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，那这么他对这个景点就会有更深入的这一种认识哈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地板是磨石子的地板？台湾式建筑。好，所以这栋茶厂有3种国家的建材。发发过后的肉茶厂，将老建筑和个老机器能保留下来。成为几年前亲属到欢迎的客家戏剧、茶金、泡茶工厂最好的素材。其实我哋茶厂，它的一个建筑的风格是结合台式、日式跟英式。那所谓台式，就是我们都茶厂做的宽度跟磨石子的跟地板。
嘿，跟日式呢就会2楼这个宽度跟蓝色的窗棂。个英式我们是整个场域是有挑高。跳啊！你嘅 pose 見落去叫阿圖師傅嘅樣啊！多茶廠結合戲劇、人客等等圖納嘅人員，入到嘅當時普查檢嘅現場，睇實際嘅環境當中，談定技能，講次做茶歷史韓國文化世界，各界談到有來有去。这个布管是茶葉的輸送帶，你可能會掉下去哦。你剛剛我們就去樓下接你，好不好？從頭到尾，我們都一直唐爺講得很精彩啊！我模擬些水幕啊，講解過程又可以學到很多知識，又有紅茶本愛飲吼，從頭到尾深夜嘛，親和一種活動啊，真有意義啊！戲劇性的導入之後，其實民眾更貼近日常的生活，因為戲劇在我們生活當中，那其實大家都有一種期待。今天我看到是我在熒光幕裡面所看到的場景，現在就活生生的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，那感覺就會很有意思哈。那剛說阿薩姆是老茶廠的經典款，所以一定要喝哦吼。圖納人員除咗經常忙嘅地講，為人客認識老茶廠嘅人推有一句話，每無甜標題。會泡一杯好茶來款待人客。早上一起床就把茶湯跟茶葉分開，就是冷泡茶了。好，就是冷泡茶，有沒有很簡單？另外，老茶廠係無恐怖嘅，教人客用嘅來泡一杯合適嘅茶，為大盤安尼將5次嘅紅茶香味引傳得出去，安尼怎會有引來引導嘅人哋？其實會賣茶只那一次生意嘛。那你會泡了之後，你會去把我們的茶給分享出去。你認為好的風味，還是認為我們店家想要傳達的風味？那風味的好的風味會是傳遞的，會飄香。那我們俄羅斯也來，北美也來，都會聞香而來。呢度嘅推廣食材體是當時嘅想法，是到年輕嘅食物。老茶廠還將一部分嘅味料式改錯做本人主活食飯嘅素菜，安尼人客就可以按原食材嘅香素，用茶做嘅料理，下個再替燒濃現炸嘅蔬果。老茶廠嘅初心。一直係秉持着就是友善環境，然後與土地共生，這都是一直我們秉持的一個理念。所以我們在我們的2樓嘅日月三房，我們就是有提供就是自助素食無菜單的一個料理。有關紅茶故事，當然一定被香素嘅美食，也一百嘅禮下來了嘅人客。身心能千滿足。在日據時代的那個時代，就留下這樣的一個，雖然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一個流程，可是在簡單中有看到很多不平凡的東西。就像說，我們今天中午用的這個餐，好像看起來是蔬食很簡單，但是那個腸胃那個境界，覺得說，好像坐下來每個人用餐的過程裡面，大家就會特別的一個放下心，然後呢，很沉澱，很寧靜。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過程。老茶廠對過去大量嘅生產，都也下用友善土地、韓國從事試案嘅方式來種茶做茶。按用心就是希望可以向韓那多認同也對土地、韓國風土民情嘅人客來到5次鄉，連一筆茶農認真耕出落葉，一瓢好茶。